进来。经理，我想给你请个假，我这预产期快到了。请多长时间啊？经理，我打算请3个月假。什么？3个月？对。你怎么用得了这么长时间呢？你不知道现在公司正是用人之际吗？经理，可是我这预产期都快到了，而且孩子在家也没人照顾啊。行吧，行吧，行吧。谢谢经理，谢谢经理。那我先下去了。去吧。进来。经理，我的假休完了，我今天过来上班。上班？对。啊，你不用上班了，你已经被辞退了。辞退？为什么，经理？为什么要辞退我啊？为什么要辞退你？你自己心里边没数吗？你的那些工作，你不在的期间都是别人替你做的。你说1天2天也就算了，你一下子请3个月，谁还在这等你？肯定又招了人了。你啊，现在已经被辞退了。你在家没收到通知吗？我没有收到通知啊。再说了，经理，我虽然请3个月假，但是你批准了啊，所以我才请的。怎么能这样，经理？怎么能这样？你说怎么能这样？你一下子请3个月时间，你就是再生孩子，你再日产假，我们公司也不可能等你啊，是不是？行了行了，现在啊，你的岗位已经有人替你了，你呀不用来上班了，走吧。经理。现在知道哭了，早干嘛去了？哎，妹妹，姐，你哭什么呢，妹？姐，我被公司辞退了。什么？被公司辞退了？那这为什么呀？姐，我不是生孩子休产假吗？休了3个月，经理也批准了。我今天来上班，经理说我请的时间太长了，有人代替我的岗位了，就把我辞退了。什么？那你都请假了，他也批准了，你们经理还把你给辞退了？你说你这是什么公司呀，妹妹？姐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，就是这家公司前面这一家。什么？就前面这家公司啊？是姐。那行，你别哭了，妹，我带你去找他。姐，去找他？对呀，去找他。你放心吧，别哭了。董事长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怎么过来了？我要不过来，我还真不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。我怎么了，董事长？怎么了？你不认识他吗？我认识，这不是被开除了吗？被开除了？那请你告诉我，你是以一个什么理由把他给开除的？他请假时间太长，公司啊这边人手不够，我必须有人替补他。请假时间太长，公司是不是有规定，产假的话是可以请的？而且他向你请了3个月产假，你也是批准的，怎么来上班以后就直接把人家给开除了？董事长啊，你看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，你也知道，我这管着一个公司，这人员有限，你说咱们现在这个情况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有人走了就得有人补上。你说他一下子请了3个月，这别的员工
也不愿意每天都分担他的工作，所以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虽然人手不够，但是咱公司是人性化的管理。再说了，这些婚产假都是法定节日，哪有像你这样说的？怎么请了假就不能回来上班了？你这样做，把他一个人给开除了，那整个公司的员工是不是都寒心了？然后人家以后怎么在咱公司再待下去啊？董事长啊，你说这话就有点严重了。你说为了他这一个员工，所有的员工都跟着寒心，也不至于吧？既然你还是这样想，行了，我也不跟你多说什么了。你呀，也是一步一步坐在经理这个位子上的，我也不说把你给开除了。这样，你还是回去吧，从基层做起。你什么时候啊，把你这个心态调整好了，知道为别人着想了，什么时候啊再回来。行了，妹妹，你呀，安心的在这工作。我知道了，姐。妹妹，董事长，她是你妹妹啊？你看，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你早说你是董事长的妹妹，我也不至于开除你了。她是不是我妹妹不重要，自从她来这个公司，从来也没说过是我的妹妹，也没人知道。她也是一步一步从基层做起的，所以啊，我要求每个人都要这样，从基层做起，不要说对任何人有偏袒、有袒护。你也一样，明白吗？行了，收拾东西赶紧去吧。不是，董事长，你说我这好不容易才坐到了这个位置，你又要我回基层去干？行了，别说了，赶紧去吧。你呀，太自私自利了，不能说一心只为自己着想，要多体恤员工。赶紧去吧。行吧。行了，妹妹，你也别难过了。你呀，要不就坐这个经理的位置吧，现在正好有个空缺。姐，这个经理的位置我不能做，我不能因为是你的妹妹就当经理。姐，我还是再锻炼锻炼吧。妹妹啊，你能这样想，姐很高兴。那行，你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上提升，先回去工作吧。行姐，那我先走了，去吧。哎，妹妹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哥，我肚子疼。肚子疼？肚子疼。你是不是吃坏东西了？没有。没有？没吃错东西。那是晚上着凉了？也没有。也没有？那你现在疼得厉害吗？厉害，哥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你一会儿要上学去啊？上学去不了了。去不了了？那行，那你看这样，那我上班也得耽误，我请个假吧。哥，你请假吧。我去给你买点药，行吗？行，哥。哎，你在家等着我。啊，不要乱动哈。我去。你去吧，哥。哎呀，哎呀。妹妹，给你买回来了。什么药啊，哥？医生说啊，这个肚子疼，喝这个药效果最好了。我一会儿再喝，哥。一会儿再喝。那行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你去吧，哥。行。来，妈。哥，水有点烫了。我先休息一会儿吧，我一会儿再喝，我自己喝。休息。那行，那你回房间休息会儿吧。行。你给老师请假了没有？请假了。哥，你哪里都别去啊，我怕一会儿疼了，身边没有人照顾我。那行吧，那行，你先回房间休息一会儿吧。行。我先回房间了，哥。那书包就放在这儿吧。你拿它干什么？慢点啊。你带上水。这怎么突然肚子疼了呢？
希望没什么事儿才好。妹妹啊，妹妹，怎么了，哥？这样，我把饭做好了，在锅里呢，热着呢，你一会儿吃了吧。我今天起得比较早，这我该去上班了。上班？对。我的肚子又疼了。怎么又疼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那对，昨天买的药呢？哥，昨天的药喝了不管用啊。不管用啊？对呀。这个怎么办啊？疼得很厉害吗？哥，疼得直冒冷汗了。哎呀，这样吧，妹妹，我带着你去医院吧。你这医院啊？哥，你的工作怎么办？那工作肯定没有你当紧啊，我请假。行，哥，赶紧走吧。走吧。你慢点。来。哎呀。坐这儿。哥，我说妹妹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哥，这检查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医生也说了，你什么病都没有，你是不是装的？哥，我怎么会是装的呢？是不是医院检查错了？他们没有检查出我的病啊。检查错？怎么可能？我为你找了2个医生，他们都说你什么毛病都没有，而且这仪器上面的检查报告也显示了你各项指标正常。还有，你说你这个肚子疼是突然疼得厉害，哎，到了医院检查的时候你怎么又不疼了？哥，对不起，是我欺骗了你。妹妹啊，你说你是不是不想上学，故意在这儿编了瞎话逃课呢？不是哥，我那么热爱学习，而且我的成绩在我班排前3名，我怎么会用这种方法不想上学呢？哥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我看你每天都去工地干活，而且现在温度那么高，每天都35、6度，我怕晒伤了你会中暑啊，哥，所以我就用这种方法假装肚子疼，让你陪我在家，这样你就不用去上班了。什么？你就是因为这个才说你肚子疼呢？妹妹啊，哥错怪你了，但是你也知道，哥啊没什么本事。你说从小爸妈走得早，我老早就下学去打工了，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把你供养出来，上个好大学，这样你以后能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，不至于像哥这样只能干些体力活。眼看着你就要高考了，以后上大学啊，那费用多着呢。再说，哥也不想让你在大学里边省吃俭用的，被同学看不起，所以才找个工地的活，虽然累一点，但是钱还是挺多的。妹妹啊，你说，你对哥的，你心疼哥，你怎么不实话对哥说呢？这还白白的耽误了你2天课程。哥，你的自信心那么强，我怎么好意思明说呢？而且这2天温度特别高，天气预报说这2天有40度呢，我怕你中暑，哥。行，妹妹啊，你的心意哥明白了，哥知道你是心疼哥，以后啊千万别这样了。你说有什么话你就直接对哥说，别再撒谎了。既然你今天都请假了，那就好好在家休息1天吧。哥今天也不上班了，就在家陪着你，行吗？行，哥。你明天就去上学，以后啊要好好学习，千万别这样了。我知道了，哥。害得我白担心一场，我真以为你生了什么大病呢。行了，妹妹，回房间休息去吧，哥去给你做点饭。行，哥。
那我回房间了。行，去吧。唉，我这个妹妹啊，还真是，你说心疼哥为什么不直接说呢？唉，不过还是挺欣慰的，总算这么多年没白疼你，还知道可怜我了。唉，行，今天啊，难得在家，给你做点好吃的吧。